大家好，我是13。我们今天要试骑的是屌打全部650级距的 Aprilia RS 660。Right. Be a racer, Aprilia R660. Ooh, sounds nice. 这坐高也有点高哎，等一下，看它骑乘三角没有很 aggressive， 可是它椅子算蛮高的。Just as a matter of policy, if you're riding one of our bikes, we can't have you wear a GoPro. Wow, 这 torque！ 好了，那我先跟大家说，这台是 pre-production 的 R660， 也就是说，它从意大利空运来这里，然后主要是作为测试用。那我最后的完整版的车子呢？他们说完整版就是最后最终版的试售版，可能还有一些小差异吧，可能修正一些问题 bug 或什么的，但基本上这已经是接近完成品的了。现在冬天要试骑这台车，要格外的注意。不过还好，因为这台车卖点就是它的全部的电控，你光看这仪表上面满满的显示就看得出来。不过是都不能做调整啊，蛮可惜的。那也好了。人家是 pre-production bike， 我不要 mess up。Oh my god！ 我的脚现在超级麻，这双缸真的非常麻。8000转的时候，哦，我前面这台也是 RS660， 看它。尾灯的特色就是有一个 M， 很像 M 的字。然后低转速的快排，我觉得有点 jittery， 不是很顺。但它是上下升档、降档都是快排。对啊，哦 ，nice sound，nice sound。OK， 我前面的 Dash 这个 ABS 一直狂闪呢，然后有个那个惊叹号，那不知道是什么东西。让 ATC disable， 我不太知道怎么回事。等下回去问一下好了。好了，我刚刚骑了几圈呢？我必须要说，我看那个杂志的时候，我以为这台车更
像街车一点、街跑一点，因为它本身手比较高，椅子可能那个骑乘三角啊，对不对？但实际上跨上去之后，它坐高我觉得还蛮高的。那骑乘三角当然手把的位置是比较高一点，但是最让我惊艳的是那个声音。Oh my god！ 我一上去的时候，我骑上去都忘记了，都没有注意到骑上去，就那个声音，这是我听过最好听的 Parallel Twin 并列双缸的车子，真的。我不知道刚刚有没有录音到，但是如果有的话，可以给大家看一下。那这台是美规版，美规版比较特别的是它的方向灯是在镜子上面。那欧规的部分呢，则会是在你的车头灯里面。那这台车我刚刚有提到，我觉得它真的是街跑啦。它如果要上赛道的话呢，我觉得还是有些东西要调整。然后也因为它是并列双缸的关系，它的震动，手把部分还好，它的脚踏震动非常的大。那它这边其实我觉得脚踏的位置很特殊哦，它是绑在这个 frame 1个2个这样扣的，这跟平常的车子长得很不太一样，所以我在想改那种脚踏后移的aftermarket 厂商啊，可能会头痛一点，会比较特别。那对，它都有前后快排，前后快排在低转速的时候呢，当然有点 jittery， 我觉得 engage 没有特别好，但它都做得到，还是会入档。那转速越高，它越顺畅啦。那我觉得这 paint scheme 虽然很漂亮，但是超级滑，滑到不行。我骑的时候，我觉得身体一直在会移动。那脚踏也是，我觉得这脚踏太滑了啦。如果真的有人要来热血一点上赛道的话，很多东西必须要做调整。那它虽然前面挂 Brembo， 可是它也没有特别说是哪个规格的 Brembo。它的刹车我是觉得没有到我想象中的那么的让人惊艳，尤其它可能挂了 Brembo， 大家可能觉得哇 Brembo 就是刹车就是好。那我觉得这部分是还 OK。那我现在会讲这些东西，其实都是因为我自己骑 Triumph Daytona， 所以我比较能做比较，所以悬吊部分的话，其实还是有差一点啊。但是整体骑起来，它的轻盈度，那它的引擎声浪，真的是销魂。如果你是视觉系的人啊 ，Oh my God，Look at this， 它就这么美，你能不喜欢它吗？哦。今天来试车的时候，我老婆特别跟我说，如果你要订车的话，一定要先跟她报备，不要自己跑去下订。我是觉得啊，如果你今天买这台车啊，那你的想法呢，就是要街车街跑的感觉的话，那我觉得没有问题，你不会失望的。但如果你想要一台防晒的话，那拍谁啦？它就不是防晒，骑乘起来也不是到防晒那样子的规格，那样子的 aggressive， 那样的凶狠。好，现在在我前面这台不是 RS660， 是 RSV4 1100 Factory。尤其一看这个特写，后面有小翅膀啊。原厂呢就配有 Aquapappage 的，哇，这排气管你看是多漂亮 ！Oh my god！ 刚刚之前骑的 RS660， 那我现在骑这台。但是你真的是有骑到这种最顶级的仿赛车款之后，你才可以发现说啊，果然 RS660的设计呢是比较偏街车的样式。那我这边可以说80%的骑士啊，其实骑 RS660都会觉得比这台车更有乐趣。很多时候你看到最顶贵的车子，你会觉得 Oh my god， 这就是梦想车，对不对？你要驾驭，你要骑。但是当你真的跨上去之后，你才能理解为什么 Aprilia 会出 RS660那台车。因为前面这台真的是什么都跟到不行，不要说在路上光那个速度，在赛道上那也是，你要去控制这个怪兽，是件非常辛苦的事情。尤其像我这种普通的骑士来讲，我觉得很难驾驭啊，真的很难驾驭。那这样比较起来，我跟你说 ，Aprilia 很聪明，他出了那台660之后，接下来他车厂的销售成绩一定是靠那个660，尤其660之后还要衍生出来出很多不同车款嘛，那个主力车款出来。像这种呢，是比较像是 Halo Bike， 就是顶规梦想车，然后挂在海报上。好了，那希望这集呢对你有些收获啦。那我们下次见，谢谢大家。